耸立在锦江湾的鹰岛是鹿儿岛最鲜明的轮廓，脚下曾经流动的熔岩与眼前深邃而平静的海湾，交织出南九州独有的风景。除了壮阔的火山地貌，这里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知识们从此启程，为日本揭开近代化的序幕。大家早安，欢迎回到最旅宿，我是咪边。我们现在在日本本岛最南端的城市鹿儿岛。其实最旅宿之前做过非常多九州相关的内容，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造访鹿儿岛，所以这次我们就要来补上这块拼图啦。讲到鹿儿岛，不知道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樱岛火山，或者是鹿儿岛黑猪烧皱。那其实鹿儿岛它也是日本近代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大家熟悉的西乡隆盛、赌姬、大久保利通都是出生自鹿儿岛。不瞒各位说，我本人呢是大河剧赌姬的粉丝，我非常喜欢赌姬，所以一直很期待可以来鹿儿岛进行一趟历史巡礼。鹿儿岛系列会分成上下2集，这次呢我们全程不自驾，所以这一集会先帮大家带到市区的交通方式，还有市区的景点以及樱岛，总共是3天2夜的行程。下一集则会深入指宿跟知览，比较郊区的地方可以搭配1日游或是2日游。如果你是在鹿儿岛停留比较久时间的人，或者是呢想要更深度的去探索鹿儿岛，都可以参考这2集的影片来搭配使用，希望可以安排出最适合你的行程哦。首先要如何前往鹿儿岛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搭乘飞机啦。从台湾直飞的话，目前华航246都有航班直飞。第二个，如果你是从九州的福冈或者是熊本南下前往鹿儿岛的话，那当然最快的方式就是选择搭乘新干线啦。这边也顺便提到，就是前阵子大家应该有看到鹿儿岛知事有宣布一个从福冈到鹿儿岛新干线全程补助的这个优惠，从6月开始有开放给海外的游客，像是台湾的游客。那第3个，如果你是从九州的其他地方前来鹿儿岛的话，也可以选择用 3Q Pass 来搭乘高速巴士。这部分呢，其实之前最旅宿有做过九州的交通攻略特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去找我们上次之前做过的影片。好，那我们就赶快前往搭巴士去市区吧，走。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前往鹿儿岛市区啦。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当然还是推荐自驾。那如果你是自驾的话，从国际线走到国内线这边，对面过马路就有非常多家租车公司可以选择。那如果你不是自驾的话，进市区唯一的方法就是搭乘机场巴士啦。那搭乘机场巴士，我们首先要先从国际线的地方出来，往左手边走，就会看到国内线。巴士的乘车处就在国内线外面，这边有6、7、8、9、10站牌的地方。机场巴士它的班次其实算是非常密集的，大概15到20分钟就有一班，所以其实下飞机之后不需要太赶，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来就好了。我们现在要去鹿儿岛市区，在8号乘车处。那它会经过鹿儿岛中央车站，还有天文馆这2个地方，都算是呢饭店非常集中的区域。好，那我们鹿儿岛市内大人1500，那我们2个人的话，这边就选2枚。好，那如果现金支付，就按现金支付，投入钱。那我们现在在8号月台准备搭去市区，然后它的巴士有经过中央天文馆还有市役所的，但是呢要注意，它有些巴士是直达中央车站的，就是不会停中间这些地方，所以大家都要小心。抵达鹿儿岛市内之后呢，在市区内要如何移动比较方便呢？其实我觉得鹿儿岛的交通并不会非常困难，那主要有公车、City View 循环巴士，还有市电。那公车基本上它移动范围就会比较广一些。那以观光来讲，我会觉得使用市电跟 City View 其实就很足够了。鹿儿岛的市电呢，主要有2条路线，分别是红线，从鹿儿岛站前到郡园，途中会经过水族馆、天文馆还有鹿儿岛中央站。另一条蓝线呢，它同样会从鹿儿岛站前出发，但是呢，它经过高建马场，会一路开往鼓山。所以，如果你是要去鹿儿岛中央站的话，要记得上的是红线，不要上错喽。那市电的票价部分，均一价都是170日元，中间上车，然后下车付款。第二个，除了市电之外 ，City View 循环巴士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它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
会经过许多主要的观光景点，包括维新故乡馆、城山、水族馆、仙岩园，还有鹿儿岛中央。那票价均一价是230日元。以上的交通方式当然有一日券可以选择，但是呢，假如你这次的鹿儿岛行程是有要去樱岛的，那我会非常建议你购买一个票券，叫做 Cute， 它有分1日券跟2日券。Cute 它是有包含往返樱岛的渡轮，还有包括你在樱岛上面的观光巴士，都是可以免费无限次搭乘的。Cute 卡它在以下的这些地方都是可以购入的。那现在我们就实际买给大家看吧，走。打开它这边有日期，就是你要把你使用的日期刮开。假如说我们是这2天要用，那我们就是刮掉这2天。然后这边有这些地方的折价券，像是鹿儿岛水族馆，就是上面有一些折扣票价可以参考。交通都准备就绪之后，马上就来展开我们3天2夜的行程吧。那我们第一个来到的当然就是维新故乡馆，它距离 JR 鹿儿岛中央车站步行10分钟以内就可以抵达了。可以看到我身后有非常漂亮的这一条假图川，告诉大家，其实樱花季来的时候，它2旁是会开满染井吉野樱的。然后我们现在进来，它这里刚好有一个剧场，是在演明治维新的故事。然后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个维新之路，它里面其实是一个圆形的剧场。然后除了前面有影像之外底下还有一个投影的画面。虽然没有人出来，我觉得有点可惜。鹿儿岛这个地方，它以前叫做萨摩，那萨摩藩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岛津氏他们家掌管的。这边有它的谱系图，每一代的藩主，然后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骑兵嘛，就是推动日本近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拍照喽！这应该是集成馆事业的其中一个部分嘛，它这边有介绍，就是那时候的藩主岛津骑兵为了积极西化而设立了一个机构。打一句话要打很久哇，林木亮平穿过的衣服它是西乡隆盛，还有他的狗狗，就是咪边，还有吉卡哇。这就是在讲笃基如何一步一步嫁进德川家的故事。就是他最早其实是金河泉岛津家的女儿，后来就是过继给岛津骑兵当养女，然后最后再嫁入德川家，成为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的御台所。对，他们2个就噗。他这个整个在线的笃基，他在江户城里面的居士，超精致的，你看他的衣服。好的，那我们已经逛完维新故乡馆啦。那维新故乡馆简单来说就是在讲述明治维新的故事嘛。那明治维新当然就是以萨摩藩为主，还有各个志士大家一起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西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里面呢就透过剧场服装的展示还有一些道具、一些影像来呈现明治维新的各个面向。所以如果你是对日本历史很有兴趣的人，那就一定要来参观这个维新故乡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下个地方喽。川酒。讲到鹿儿岛的美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3大黑肉：鹿儿岛黑猪、萨摩牛，还有萨摩地鸡。这次我们3种都会吃到。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天的心情想要吃炸猪排，所以我们来到了炸猪排名店川酒，想要吃看看它猪排有没有特别厉害。听说鹿儿岛这边黑豚特别有名，是因为他们在饲养的过程中有加入萨摩芋，也就是地瓜。然后我点的是鹿儿岛产的黑豚的腰内肉，你看它的肉有一点红红的，来吃一口原味看看。非常嫩，它是偏瘦一点的肉。鹿儿岛黑猪它的
油脂的熔点本来就比较低一点，所以它就会更清爽，完全没有油腻的感觉。但我可以感觉得到，它跟一般的猪排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吃下去会有很自然的甜香。像如果下次要来，我可能会想要点看看里脊。它这边有附3种酱，第一种是普通的猪排酱。酱汁当然就是比较有味道，但我觉得会稍微有点遮盖掉它本身肉自然的风味。这个是酱油，酱油淡淡的，还是可以吃到原本的味道。我蛮喜欢酱油的。然后最后一个柚子，很特别是它的柚子还带有味噌的味道，我觉得不错，这个可以试看看。大家早安，今天是第2天的行程。第一站我们就使用了 Qt 卡来到仙岩园的门口，然后我们刚刚是搭 City View 过来的。那我觉得 City View 蛮棒的是，它中途经过一些景点，它都会有介绍，顺便认识沿路鹿儿岛这边的景点。那仙岩园它是什么呢？江户时代的时候，当然就是每个藩的大名都会有自己的城跟庭园嘛。岛津家的居城就是我们等等要去的鹿儿岛城，仙岩园呢，则是第19代的当主岛津光久他所建造的别邸庭园。那它这个票啊，是包含这边的仙岩园，还有对面的集成馆都可以入场的，一个人是1600日元。然后告诉大家，使用这个 Qt 卡可以在柜台这边兑换明信片，蛮精致的耶。走吧。这个它是集成馆事业群，然后上面有反射炉的遗迹，但是很可惜它现在在整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过去看。现在看到的这个啊，是它的正门，可以看到正门的上面有一个十字的花纹，是岛津家的家纹，叫做丸石。仙岩园最厉害的就是它借景了樱岛还有锦江湾。你看这个开阔的景色，它以樱岛为背景，然后以锦江湾当作是庭园中的泉水、池水，整个景色呈现出来是非常开阔的。仙岩园沿着它的步道走到底，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展望点。哇，好漂亮哦，这个景！哇，这里有一株唯一盛开的樱花。哎，那里还有啦！啊，好可爱哦！这是猫神社的守护猫。它这边有说，这个猫神社是第17代的岛津义弘，他战争的时候啊，就带着这些猫猫，然后呢，他就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所以呢，这个猫神社就是祭祀这些猫猫，睡觉的猫猫。走路的猫猫，伸懒腰的猫猫，它可以自动磨米，满了之后它就会咚。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体验，付费就可以体验像是萨摩的切子，这个好漂亮哦，而且才1000块，有点心动。有兴趣的人就自己参考看看喽。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就是御殿，废藩置县以后变成岛津家的宅邸，所以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生活的客厅啊，还有一些用餐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当时生活的样貌。那我们就进去参观看看吧，他要先脱鞋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江户时代女性的轿子，然后上面有那个十字架纹。萨摩烧算是萨摩的瓷器吗？然后他说他有致赠给2皇尼古拉2世，好精致哦。现在这个是他们的房间，我在这里可能办公或是睡觉。
一边看着那个樱岛，一边办公，好舒服啊！我们可以在这种地方办公吗？虽然明明就是日式的御殿，为什么会有这些西式的餐具还有家具呢？虽然是很忠实的呈现幕末的时候萨摩藩他们很积极西化这样的一个缩影，当时一些外国比较有名的宾客就会在这边招待他们。好，那以上就是仙岩园啦。我觉得整体如果你想要看的比较细，然后比较从容一点的话，大概抓个2个小时会是比较好的。不管是樱岛的风景啊，还是它整个庭园或者是御殿，都是非常值得参观的。附近饮食的餐厅、饮食的地方会比较少一点，肚子饿的话可以考虑在这边吃个午餐。它用餐空间非常的漂亮，那餐点我觉得也算是蛮好吃的。最后不要忘记再吃个2磅饼来收尾。出了仙岩园以后，在它的对面有一间集成馆事业的，算是博物馆。这个集成馆事业是什么呢？当初岛津启兵当藩主的时候啊，他就是看到，中国竟然输了鸦片战争，那个中国竟然输给了英国，然后就觉得日本如果再不改革的话，一定会步上他们的后尘，所以他就非常积极的西化，他就主导了启动了这个集成馆事业。整体仙岩园参观完之后，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一个景点了，去一探究竟吧，走。我们刚刚去的仙岩园是岛津家的庭园，那这个鹿儿岛城，它就是岛津家的居城，也是萨摩藩的政治中心。前来的交通方式，我们是搭乘 City View 循环巴士，在西乡铜像前下车。西乡隆盛当然就是维新3杰之一啦，就是对明治维新有非常重大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促成了萨长同盟，还有推翻了德川幕府。那其实这个正门啊，它是原本鹿儿岛城的本丸御殿，但是呢，它其实是有被烧毁过的，所以这个门是花了很多钱重建的。它里面还有另一个历史博物馆，叫做黎明馆。其实这个鹿儿岛城都是沉积啦，它原本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有一部分改成黎明馆，是可以进去付费参观的。那我们就去看看吧，走。除了刚刚的西乡铜像之外呢，在黎明馆的门口这里也有天章院笃基的铜像。她这样一个远在萨摩这个偏僻地区的出生的女儿，竟然可以嫁进德川家，成为左右日本政治的女性，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2008年 NHK 的大河剧《笃基》就是在描述她一生的故事，不管是配乐、选角还是剧本，我个人都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看完之后再来鹿儿岛，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岁月沉淀的空间里，萨摩的故事静静展开。踏入黎明馆，如同走进时光隧道。鹤丸城的石墙依然守望着过去的荣耀。从武士的足迹到时代转动的瞬间，一幕幕历史在眼前流动。我们刚刚是搭 City View 循环巴士到城山站，然后直接上来。但是呢，如果你很喜欢爬山、小散步的话，你也可以从萨摩议事碑这边有一个步道，大概2公里的路程可以走上来。途中呢，也会经过很多西南战争的历史遗迹点。哇，可以看到樱岛哎。城山展望台可以说是想要眺望樱岛最佳的观赏点了。白天的时候来啊，你可以看到整片市区在底下展开，然后后面是锦江湾，最后面的樱岛啊，天气好的时候，连它上面的纹路都看得非常清楚。那如果是夜晚来的话，夜景当然就更浪漫啦。那如果你是想要一次2种景色都收集的话，可以在太阳下山前1个小时傍晚的时候过来，这样就可以一次收集樱岛2种最好看的样子了。这只猫该不会是从猫神社跑过来的吧？虽然说大家来到鹿儿岛的主要目的应该不会是购物啦，但是呢，如果你想要买东西的话，也绝对有好的地方，那就是天文馆。天文馆
它还是算是南九州最繁华热闹的一个商圈啦。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像是服饰啊，或是杂货、药妆的话，这附近也都可以买得到。那当然，附近也有很多百货商场可以逛，想要在这里购物半天绝对也是没问题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有哪些东西好买吧。这里有一间商场马杜亚 Garden， 想要进去里面逛逛看。觉得这间 loft 算是还蛮大的耶。这个 Moton 的喷雾，我觉得很赞，很香哎，而且这带出门就很方便，喷一喷，随时补香味。这个梳子啊，最近很红，就是号称可以防静电，然后让你的毛发梳完之后更顺、更柔的。但我不太确定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我一直很心动，很想买一个。有人用过吗？可以跟我说看看你的心得吗？好用吗？这个没有很贵，可是我觉得它超好用的，就是擦身体啊、擦手都非常滋润，而且味道很好闻。然后鹿儿岛非常有名的白熊冰，今天是创始店，这有一只白熊。今天因为时间来不及，我们抵达的时候它已经关门了，真是太残念了。希望明天有机会吃到，或是后天。后天不行，就是或是最后一天。晚餐想要来吃看看鹿儿岛3大肉类之一的萨摩地鸡，他们家好像就是用烧烤的，然后还有刺身，希望不要太多人，拜托。要不在吗？哇！这间店是用平板点餐，但是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它只有日文，没有其他语言可以选择。不过呢，我觉得还好，因为它其实都有照片啦。这个是他们最有名的樱岛熔岩去烤的鸡肉，然后这个是萨摩黑鸡的刺身，然后也有5种部位的拼盘。我们点了这个是黑萨摩鸡的刺身，他们叫做 Tataki， 然后还有点了一个黑豚的炖软骨。看起来很嫩，很好吃。另外有2个烤的，是用这个很特殊的樱岛熔岩盘去烤的鸡肉。这个是3种类的鸡，让你吃看看它的口感有哪里不一样。那包括比较年轻的鸡、比较老的鸡，然后用来繁殖的鸡啊，可能它口感就有差别。对。然后我现在来吃看看这个刺身，超级有嚼劲耶。可以吃到鸡肉本身的香味，而且我其实第一次吃鸡肉的刺身，完全不会有很腥的感觉，或是很恶心的感觉。我想再吃一口，沾这个萝卜。好好吃哦！鸡肉搭配一点萝卜泥的味道，但是又不会盖过鸡肉本身的香味。这个酱汁很好吃，我喜欢沾这个。然后吃看看这个炖软骨，好入味哦，有一点点咸，调味比较重一点。然后现在来烤这些鸡肉，好，我们来吃看看这个烤的熔岩鸡。非常有嚼劲，萨摩地鸡它就是到处跑来跑去，所以它的肉就会更紧实。我觉得它油脂算是刚刚好。然后呢，它的口味其实有分盐味跟酱汁口味，但因为我比较想要吃到鸡本身的风味，所以我点的是调味比较淡的盐味。我想要先吃最年轻的，年轻的果然就是比较嫩哎。我吃看看这个青鸡，差好多。这个很明显就是非常有嚼劲。特选鸡来喽，为什么这个特选鸡比青鸡还要嫩呢？介于它们2个中间。如果这3种要选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弱鸡，肉真的非常嫩。好柔软，觉得这间米亚玛虽然它
可能不是走精致路线的店，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吃到很多种料理方式的鸡肉，那还是蛮推荐可以吃看看他们家的。水族館口梶原店前でございます。今天我们要来进行樱岛一日游。我们现在人在鹿儿岛港的渡轮搭乘口，不管你是搭市电或是 City View 的话，都是在水族馆口下车，沿着指标步行就会抵达咯。其实它的船班算是非常密集的，大概每20分钟就会有一班。然后它的付款呢，会是在抵达樱岛那一侧之后才需要付款，大人是250日元。不过呢，因为我们有 Cute 卡，所以就可以免费搭乘啦。好，那我们现在就赶快上船看看吧。大家搭上渡轮上来3楼的右侧，这边可以看到樱岛哦。我们就这样越来越向它靠近。搭乘樱岛渡轮有一件非常重要一定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在船上吃乌龙面。有没有觉得超级厉害的？渡轮上竟然会有乌龙面可以吃，价格算是非常便宜，从500到1000块日币。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船的航程只有15分钟，所以如果你要吃乌龙面的话，建议一上船就赶快来点。下船之后要付款，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直接出示我们的 Cute 卡就可以了。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樱岛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循环的，首先会经过樱岛海滨公园展望所，然后赤水，再上来到汤之坪展望所，再一圈回来。现在我们要去第一个景点，这个阅读神社，它距离樱岛港出来走路大概2分钟就会到了。这个阅读神社啊，距离樱岛港非常近，走路马上就会到了。虽然它就是一间小小的神社，但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灵性的感觉，身心灵都被洗涤了。然后这个展望台走上来，看到的是对面鹿儿岛市区的风景，也是很漂亮哎。接着我们来到了樱岛旅客中心。搭乘循环巴士的话，一下就会到了。当然，你也可以稍微散步个10分钟，也可以抵达哦。这个樱岛旅客中心呢，里面有大概介绍樱岛的行程，还有它的喷发历史，包括历史上几次比较大型的喷发，还有呢，它平常是如何观测火山的这些膨胀变化来监测喷发的活动。那里面有透过一些像是影片或者是模型来介绍这些内容，也有贩售伴手礼，所以我觉得这里其实很适合当做樱岛的第一站。稍微了解一下火山的历史之后，我们再出发去真正的探索这座樱岛。在这附近也有一个 Michinoeki 休息站，里面可以稍微用餐。刚来到樱岛，可能肚子比较饿，找不到什么东西吃的话呢，会建议可以在那边先稍微用餐，一边看一下风景，然后我们再出发哦。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前往下一个景点了，走。搭乘观光巴士，顺着风景转换，赤水展望广场在眼前展开。那座伫立的身影，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坚毅与重生。在这个广场上可以看到一座呐喊的雕像，这个呢是为了纪念鹿儿岛出生的歌手Nagabuchi Tsuyoshi，他在2004年在这里通宵办了一场演唱会。然后最特别的是啊，你看他这个雕像，它其实是用樱岛的熔岩做的哦。我们刚刚搭樱岛观光巴士上来到汤之坪展望所这边，但是其实我觉得上假日的时候巴士人都很多，所以大家可能要提早排队，然后可能会有点挤。它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台，每一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应该就是火山口吧？这里是樱岛最高开放点，也是最接近火山口的距离。直面火山的威严，同时将锦江湾的蔚蓝尽收眼底。看着眼前的景色，不禁想到
这座自古以来持续活动的鹰岛，已经陪伴萨摩人们走过数个世纪。1楼有一个小的伴手礼商店，可以稍微逛一下。看这个鹰岛大根的奇卡哇，但我不用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已经有了鹰岛大根的置物，你要吃吗？连鹰岛上面都有白熊冰。带上一份属于汤之平的纪念，我们从山巅走向海滨，沿着海岸步道散步，近距离感受火山活动的力量，让温热的足汤轻轻洗去旅途的疲惫。你知道日本最长的足汤在哪里吗？就是鹰岛熔岩海滨公园。它是从地底下涌出的天然温泉，最厉害的啊，就是可以一边泡着这个足汤，一边看着，你看我后方鹰岛的景色，然后另一边呢就是一整面的锦江湾。其实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它以前是火山熔岩流过的痕迹，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边的岸边有很多黑色的火山熔岩，就是以前爆发的时候从那个山上这样一路流到岸边这样。那鹰岛熔岩海滨公园其实就在我们刚刚有去的旅客中心的对面。那它这边除了这个100公尺的足汤以外，它有一个步道可以走。鹰岛旅程的最后，用这个足汤来疗愈一天的疲惫，真的是完美的收尾啊！离开鹰岛之前，在鹰岛港附近有一个火之岛特产馆，它其实就是 Michino Eki， 就是旁边这间餐厅连在一起的。那可以在这里买一些伴手礼，还有农作物、水果。这个是鹰岛的小橘子的果汁，好像买一个来喝看看好了。然后还有好多蔬菜跟橘子，这些都是鹰岛产的橘子，各种大小跟品种。这个是鹰岛熔岩盘，拿起来很重，把食物摆盘在上面，看起来就会很高级。有冰淇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在火之岛特产馆为旅程补上一顿暖心的午餐，将这一天的风景细细收进回忆里，再离开这座美丽的岛屿。我们现在在渡轮上，准备要回到鹿儿岛市区啦。我真的觉得鹰岛非常值得一访虽然我们前几天都从鹿儿岛市区那边远望鹰岛，但是呢，真正踏上鹰岛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火山整个就在你眼前，超级近，非常的震撼。虽然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都是用鹰岛观光巴士，但必须老实说，因为观光巴士它行驶的范围啊，只有在鹰岛西侧，所以如果你想要探索比较东边，像是黑神沉没鸟居或是有村展望台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用自驾的方式会比较方便。那自驾的话呢，车子也是可以开上船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探索鹰岛，还是建议用自驾的方式哦。这个是它的招牌白熊冰，我们想要点这个。那它有分普通的尺寸，还有比较小的 baby size。那除了冰以外啊，它也有一些传统点心，像是我们那天有吃的2磅饼，还有我们想要点一个很可爱的白熊卡布奇诺。你看它竟然还有出周边商品，超级可爱的。对啦，我们的白熊冰，大家有发现吗？这个是它的眼睛。这是它的鼻子，这是它的嘴巴，从上面看就是一只很可爱的白熊。好甜哦，很熟悉的炼乳味。然后这个冰是比较像雪花冰的那种口感。原来白熊冰就是这种经典的味道啊！有来到鹿儿岛的话，还是推荐可以吃看看哦。今天的晚餐，我们就要来补齐鹿儿岛3大肉类的最后一个，就是萨摩牛。鹿儿岛本身就是日本非常大的黑毛和牛产地之一，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牛肉都可以被称为萨摩牛，而是要经过评选会评选过的，才可以被称作是萨摩牛哦。那我们今天来到了这间餐厅，叫做 Meat Bank， 它是由日本的萨摩牛公司 Kamichiku 所经营的复合式餐厅。它的1楼啊，其实是韩式的牛肉料理，2楼的话是和牛烧肉。那我们今天啊，就想要来吃看看这间的和牛烧肉。赶快进去吧，好饿哦！
那我们现在已经上来2楼的和牛烧肉了，给大家看一下菜单。我们这次点的是这个极上套餐，8000日币，然后还有非常多种和牛料理方式。它也有其他比较 CP 值比较高的4800的套餐，还有6500的套餐。另外啊，这间店的特色就是呢，它可以吃到很多稀少的部位。还有各种料理方式，像是牛舌或者是各种内脏，然后当然也有寿司的形式，然后也有刺身。另外，它也有饮料喝到饱的方案，有2000、2500、3000，可以喝到不同种类的酒。建议大家如果要来吃的话，要记得先预约哦。刚刚已经吃完前菜了，现在来吃看看这个是牛肚的刺身。好有嚼劲哦，因为我蛮喜欢吃内脏的，所以我觉得很好吃。这2个寿司呢，一个是比较偏横膈膜油脂比较少的部位，那另一个是油脂比较多的。油脂比较少，但非常有嚼劲。来吃猪脚这一块，好期待哦！非常入口即化，完全不会腻，油脂的分布非常均匀，有点甜甜的，好好吃哦！这个牛舌真的太神了，肉的味道和油脂的味道都超级香，里面也非常弹牙，非常嫩，好好吃哦！我觉得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舌哎，我还没有去过仙台啊。我们刚刚还有吃一个厚切牛肝，也算是它这里的特色，也超级好吃的。第一次吃到牛肝，外面脆脆的，那里面超级嫩。刚刚那盘非常漂亮的和牛拼盘，经过专业的店员帮我们烤了之后，变成这样子，可以看到它的油花是非常均匀、非常漂亮。总共有3个部位可以吃看看。这个萨摩牛应该是我来鹿儿岛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好吃的一餐。他们卡米奇库的特色就是呢，从饲养啊到餐厅的料理都是一条龙同一家公司，所以它品质是非常稳定的。像刚刚的肉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色泽很鲜红，油脂分布非常均匀。这家餐厅也很适合你比较喜欢或者想要尝试各种不同部位的人，像是前面的刺身、和牛的拼盘啊，还有非常特别的厚切牛肝，还有收尾的牛骨拉面，最后再吃一个杰拉托，非常完美的一餐。以上鹿儿岛3天2夜的行程就到这边啦。从历史巡礼到非常壮观的自然景观，还有3大肉类都分享给大家啦。下一集我们会带大家南下，深入指宿还有直揽。如果你想要在鹿儿岛待比较多天数的话，那就一定要锁定下一集哦。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啦，拜拜。